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Crypto Tricks。那本周呢，最爆炸的这个新闻 ，Terra 崩盘大跳水 ，UST 的稳定币价格一度跌至这个将近$0.225左右的价格，整整跌没了快4%的价值。那之前我们做过节目谈到这个 UST 的市值已经达到了稳定币市值的这个前3。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去看我们这个 Terra 的视频，这个链接会在右上方弹出。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视频将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崩盘跳水的事件发生的过程、原因，以及 Terra 这次崩盘将造成的影响和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它。OK， 那下面请 Gary 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内容。如此大的事件自然在币圈里面是引起了最大的轰动。作为链上的主要代币 Luna 肯定是首当其冲，短短几天内就跌掉了将近99%。现在收在是0.06，也就6美分左右。我们都知道上个世纪末索罗斯做空泰国的事件，现在 Terra 仿佛是遇到了同样的一个事情。在5月8号之前，有人恶意囤积了大量的 UST， 然后在Terra Foundation 准备升级 Full Curve 的时候，大举卖空这个 UST 就是打了 Terra 一个措手不及。现在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第一阶段在5月8号凌晨，LFG 就是 Nura Foundation，因为要组建这个 Full Curve 来给它做准备，他们是从那个 UST 3 Curve 中撤走了1.5亿美金的一个 UST 的流动性。这时候 UST 3 Curve 池中它的一个 TVL 大概是在7亿美金左右。这时是 Terra 资金链最虚弱的时候，想要耗干 UST 流动性大概只需要3亿美金。大概是在这个事情发生10分钟之后，就有一个新的地址突然出现，而且在市场上抛售了大概8500万美元的一个 UST， 这严重的影响了 Three Curve 池里面的一个平衡。为了保持这个 UST 3 Curve 的池里面流动性的平衡Luna Foundation 又从资金池里面撤走了大概1亿美金的 UST，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址里面看到这些交易记录。没过多久呢，多个巨金账户开始不断的在那个币安上抛售 UST， 且每笔交易金额都是100万美金级别。那受到这个抛售的影响 ，UST 也开始出现这个脱钩的现象。这时候疑似UST 的做市商的钱包地址开始抛售大量的那个以太坊，来以买入那个 UST， 试图来稳定 UST 的锚定。现在我们看看第二阶段，因为受到8号凌晨的一个小型的脱钩事件，那个情绪在5月9号当天就迅速蔓延，恐慌情绪已经蔓延到整个 UST 和 Luna 的持有者之间。从5月8号开始呢，大量锁定在那个安克里面那个 UST 流入市场，进一步造成了 UST 的包压。安克的总储存量相较于最高点已经下降了80%。在此期间呢 ，Luna Foundation 他们宣布将自己持有的27亿美金的比特币，进行一个清空，并用这笔钱来用来维护 UST 的稳定。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UST 的钱包，我们可以看看之前我们关注过的这个 Luna Foundation 的一个钱包，他们现在这个钱包已经被清空了，大概他们总共之前是买了27亿美金的一个比特币，但现在已经全部清空去维护 UST 的稳定了。紧接着一个以0x599开头的一个地址开始大规模的吸收市场上的一个流通的 UST，这个金额加起来总共超过2亿美金。截至我们录视频为止就是 UST 3 Curve 仍然没有重新回到平衡，目前大概是一个 UST 就只能换到0.66个 USD。对于很多 Luna 的 holder 来说，现在可以说是至暗时刻。关于为什么会出现 DePeg，有很多种说法，包括了阴谋论。有的人说是孙宇晨的举击，原因是因为孙宇晨在5月8号发了一则推特，这则推特是和那个多块互动的。多块问他这些买 UST 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就说他有一个 secret plan。也有人说是因为多块之前的高调做法遭到了美联储的一个打击报复，打算给 UST 的一点颜色瞧瞧。我们频道不做这些阴谋论的推断，让我们来看看多块本人是如何对此次事件做出回应的。他首先科普了下什么是算法稳定币，并介绍了现在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
缩水 UST 的供给，大概总共要缩水10%左右，重新将 UST 和美金的1:1的 peg 维持住。这也是他说这也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当然，多宽他也承认了，所有的一切都会狠狠打击我们 Luna 的一个币价，而且他也说到了要重新 reorg 我们的算法稳定币 UST 的一个机制，除了算法稳定之外，还要加入抵押物来稳定。似乎 Terra 之前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并且在今年年初开始大量购买这个比特币，但是这个危机来的比他们就是想象中要快一些。这次 Luna 它到底能不能撑过去呢？它能不能恢复到之前 UST 能不能恢复到之前1:1的一个 peg？人们还会不会相信 Terra 的神话？如果我们手中有仓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几天啊，将是至关重要的几天，让我们静观其变。同时，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关注多宽的一个 Twitter 啊，给大家带来第一手的信息。就至于 Luna 之后还会不会具备投资价值，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从下面3点来做一个评判啊。就第一就是 UST 是否能够回到和美金1:1的一个 peg，然后我们第二看看 Anchor Protocol 它是否有改变，它是否还像以前一样有20%这么高的一个利率。最后我们看看 UST 的算法稳定币，它会不会再加入一些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资产抵押物，不仅仅包括这个比特币，包括一些像美金资产呀这些比较稳定的资产，看它能不能加入这些资产。等这3点都清楚之后呢，我们才有可能看到 Luna 能够回到之前的一个价格。最后我想说，大家如果手中有 Luna 的仓位的话，就是在已经跌掉99%的情况下，再去止损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还不如拿在手上，然后去逢低去建仓，去 DCA，然后再等反弹的时候再一步一步把它抛掉。如果大家现在手上没有 Luna，大家也不用着急，等这个 USC 看看他们能不能回到1:1的 peg，如果能回到 peg，然后再少量的去加一点仓，然后搏一个反弹。OK，好，谢谢 Gary 的介绍，还有这个分析。那最近呢，这个大盘已经跌破了这个牛熊分界，然后熊市的到来已经是毫无疑问的。那问题是这次熊市会持续多久？如何在熊市里面投资以及度过这个熊市？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最近由于受到美联储加息的影响，以及市场上这个资金笃定美联储会再次失误，控制不住这个通胀，那大的资本呢，通通选择这个出逃避险，那股市和币市纷纷下跌。但是我们一直坚信一句话，就是牛市可以让你赚钱，但是熊市才能让你真正变得富有。所以在这个熊市中保留现金，然后等一次次的探底，缓布局这个优质的公司和赛道呢，然后一直持有到下一个牛市，等待爆发，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那熊市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沉淀总结的时期。如果之前的投资纷纷亏损，不妨利用的这个时间呢，就去好好反思和学习一下之前犯的错误，那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路，然后调整投资策略，并多元化你的这个 portfolio。OK，那我们的这个频道呢，从创立之初就一直秉承着这个优质公链和优质项目的基本面分析为主，深入浅出的为大家带来这个行业内的最新动态。那我们不会只是看这个1、2个月的 K 线啊，或技术面的分析，然后就鼓动大家无脑冲进去 FOMO 的购买，就是疯狂购买。那我们一直这个倡导的是静下来，把每个项目的基本面扎扎实实的研究清楚，在投资之前呢做好充足的功课。所以这是我们一直想带给大家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当然我们也这个频道也会一直陪伴着你们，然后一直给大家带来扎实的这个基本面分析，帮助你们去投资。那也希望在您的这个投资过程中呢，助你们一臂之力。所以说到这里呢，希望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点个赞，然后订阅帮助一下，给我们这个未来持续创造更好的内容的这个动力。OK，所以最后说说这次这个熊市可能会持续多久吧？就是我们认为呢，这个自2020年的这个大放水以后呢，股市币圈的这个牛熊已经被大大加速了。我们在刚接触这个币圈的时候，大家一直就说币市的这个4年是一个牛熊的周期，那现在很明显已经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也就意味着熊市的时间不会特别长，那一切仿佛都是在加速的。那大家在研究基本面的同时，也一定要记得要去保证自己有一份这个能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工作，这样才能看到好的机会的时候可以迅速买入。所以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慌张，don't panic。然后我们是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然后正确的赛道上，
所以做好自己的功课，坚持住自己的想法，我们最后才能走向这个胜利。OK，所以谢谢大家，不要放弃。然后这期视频就是到这里。